了解你的对手，才能击败人。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但是到现在，大部分中国军人一点都不了解那个蓄谋了几十年准备侵略中国的对手。冯旅长想凭一顿饭去击败日本人？如果连日本人的日常饮食都不知道，要想击败他，不是更没可能？嘿，给他道歉。なんだこの野郎！痛い！怎么回事？我们是你店里的客人，你们自诩为文明人，却不会尊重女士，这就是你们日本人的文明。お前何やってんだ！あ、すみません。すいません。よろしくください。すいません。要做文明人，得学会尊重女士。好，すみません。欺软怕硬，说的好听一点是尊重强权。今天多少对日本的特性了解了一点，看来这顿饭吃得值。别看这些人个子不高，单对单好像都很好对付。可是据我所知，我们6000人的一个旅，却干不过他们一个600、700人的大队。你相信吗？雪宁小姐吧？我是。子莲经常提起你，雪宁小姐今天能够光临寒舍，欢迎之至。雪小姐祖籍哪里？不是本地人吧？我出生在武汉。上海和武汉风俗大异，雪小姐独自一人在上海生活，还习惯吧？出来时不习惯，现在已经好多了。那家里可还放心？我外公早年留学欧洲，家里从小便教我自立。难怪雪小姐谈吐不俗，原来是家学渊源。爸爸，子莲，
你看看人家雪小姐，小小年纪就独自生活，你一个男子汉，处处还要父母照顾，你就不脸红吗？是爸爸，我一直觉得雪宁很优秀。你倒是还有识人之明。不着急，打球总有机会。今天晚上，社下邀请了不少异国的朋友，还请雪小姐一定留下来，让日本友人领略一下我们中国大家闺秀的风采。方队长，都3点半了，怎么还没来？会不会出什么事儿？本来该让紫林送你，不过这孩子自小我就给他立了规矩，入夜以后不得离家。等那女孩一进去，不会立刻动手。那个女孩呢？劳烦伯父亲自送我，我真是感到荣幸。把她送到安全地方，这里不能让她再住了。准备动手。方队长，后面还有1辆车跟着咱们。我就不应该把你拖进来，这件事情对一个女孩子来说太危险了。国王急在目前，凡有血气，逆能在人。我全军革命将士初次亡国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因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这是你们委员长说过的话，你都忘了吗？这是我们军人的职责，跟你没有关系。19路军抗战的时候，教战场旁的租界里站满了中国人，我也在那里。我们关注着19路军的每一次阻击，每倒下一个日本兵，我们都要喝彩。一个老阿婆，头发都白了，她爬到自家的屋顶上，把日军的炮位画下来，一次次地穿过子弹和
你把陆子霖带过来。你开枪啊！打死我！雪茄，你这个混蛋！你利用一个孩子做这样的事，你还是不是人？昨天卢家有多少日本特务？这么危险的地方，你敢让他去？开车跟着我们的原来是你。你跑了这么多年，对雪宁没有尽到一点父亲的责任，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这么说？那我也不能让你害他。我为什么要害他？我爱梅子，我绝不会伤害雪宁。我告诉你，你如果把雪宁拖进来，我现在就去报告日本人，把你先抓了。哼，好啊。你现在就去，去呀！我倒想看看，如果雪宁知道他的父亲是汉奸，会怎么想？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我真喜欢这样的下午，丹东能和你。你喜欢，喜欢就送给你。我不干了。你说什么？我已经从别的渠道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我很快就要回大别山了，可能要去那3年没去的天门口看看。你多保重。雪宁，我一直有句话想对你说。你最好不要说。吴妈，哎，来了。这是哪来的？哦，你家一个亲戚留下的。他还留下什么了吗？还有一封信。我总是在不合适的时候出现，这次又破坏了你当英雄的机会，是我让冯继清放弃了行动。我知道你一定非常恨我，但我只是不想让你受到伤害。这一次我要走得远远的，再不让你看到我。你是那么纯洁，你在我的心里就是那24朵白云，干干净净，一点沾染不到尘世间的污浊。他不是我爸爸，我恨他，我想找到他痛骂一阵，又想扑到他怀里大哭一场。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我妈，薛家还活着。
着干什么？身上打枪，看看情况，看看情况去啊！国民党围剿咱苏区，不知道这是打到哪儿了。参谋长，参谋长，大哥，鞭子部传来的枪声，姓冯的站了那儿，别是副政委回来遇到敌人了。对，去接一下，快跟上，快！走，走。方向打，我们2个人就摸出了敌人的封锁线。天门口附近的敌人很猖獗啊，在强敌包围当中，这里的根据地竟然一片祥和。不亲自来看一下，还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做到的。独立大队男男女女加一块也就500-600人，能在3省交汇的几万政府军里活下来，把我们熬的头发都大把的掉。可是，光守住根据地是不够的。根据最新的形势，上级已经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我这次下来，就是要传达新的战斗精神。传达什么精神？你也早给个信儿啊！这突然蹦出来，不认识阿才，以为是特务呢。高志强，请你放尊重点。我们早已听说过了，独立大队的战斗力很强，上级很欣赏你们这支队伍。再加上阿彩是独立大队走出去的，我就想来摸摸情况。另外，是我不放心阿彩的安全，毕竟我们已经成为革命伴侣了。怎么给我儿子吃这个啊？大人还吃不上这个呢，青黄不接的，家里没有粮食也不是1天2天了。阿彩回来了。你就没和阿彩说过话？阿彩跟那个王巡视员都结婚半年了。看看啊，哪点像麻药子？明明是我们行家的种。啊？
独立大队的人很不友善。你别这么说他们，我了解他们，他们只是……这是什么？算了，你以后会知道的。阿彩，住在梅子家，我得去谢谢人家。态度？什么态度？你已经不是雪家没过门的媳妇了。那你慢慢吃，我先出去了。哎，啊，没什么。杨桃，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给王巡视员送饭来了，那我先走了。哦。王巡视员，哎呦，老总，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嗯，来，嗯，坐呀，坐。刚才那是你爱人？啊，是。这些细粮我们不能吃，留给镇上的孩子们，我都挑出来了。你爱人一看就是贫苦人家出身，作为一个革命者，和这样的女人结合，最能保证你的革命纯洁性。老总啊，天门口现在缺粮，很多老百姓都断粮了。对，天门口这个山多田少的地方，本来粮食就难以自给，再加上敌人的封锁，想找些粮食更难了。那就没想过其他办法？想过，可是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成。说书挺好，走遍天下，最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可是现在你保存这个东西就不合适了。你是天门口苏维埃主席，别人知道了会有想法。唉，这几天找个时间，把天门口独立大队的情况好好梳理一下。哦，这几年我都记了工作日记。你是第一个来天门口的革命者，而且你也不是天门口人，眼光会比较客观。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由着性子做事。也许你有一天会明白，尊重自己内心的感受是件幸福的事情。我和杭九峰之间的事情，早随着风飘走了。哎，想去地道吗？走，去听。
密登登的，你们家那老三也是1万事不操心的货色。要想保住独立大队的基业，得靠咱俩。事情还没到这一步，毕竟他是上头派下来的人。见过这个吗？这个呢？这是380步枪，日本陆军的主要武器。冯旅长，最近一段，您去哪儿了？去了一趟上海，亲眼见了一下这日本人留在上海的3000陆战队。这日本人惦记大中国，都惦记了好几代人了。你看看你，整天苦着个脸，就为了跟杭九峰争那个儿子，心里什么都装不下了。我可告诉你，跟日本人这一仗，再不早做防备，那就只能在汉奸和王国奴中间挑着干了，明白吗？明白。看看，我的部队都装备上这个了。我也想要2只。那就看你能不能立功了。我能。空话我不要听。这几年，你把天门口置之不管多长时间了？那已经让共产党养得很肥了。把你那儿子从脑子里抠出来几天，给我去天门口把那油水好好炸一炸。到那时候，好枪好炮有你挑。保证完成任务。怎么了？有老鼠。你从前在天门口有个恋人，
有个消息我可以宣布了，希望大家知道以后不要扩散。弗朗西同志由于工作上的原因，已经被上级召回。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他在天门口的工作也要放一放了。副政委能有什么问题啊？上级是不是搞错了？一定是小人的诬陷！安静，你们安静！大家要相信上级。弗朗西是去上学习班了，事情弄清楚了就没问题了。你们操什么心呢？大家对弗朗西的关心，我能理解。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配合上级，把问题调查清楚。我和王巡视员定了一份名单，是我们谈话的对象。谈话的、不谈的都不要多心。麦香，你留下，其他的人可以散了。我是上级派来的，但是现在我只以个人的名义问你几个问题。麦香，你为什么参加革命？为了给穷苦人谋福利，为了打破天下。革命前，你的生活不是挺好的吗？你不是小业主出身吗？小业主跟参加革命有什么关系？难道开酒馆的就不能参加革命了？你了解现在的形势吗？你知道反动派叫嚣着要对苏区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吗？石头过刀，茅草过火，人变种。可见他们对无产阶级的仇恨有多深。在这样的高压下，很多原本混迹在革命队伍里的人都变了。我就是要替上级领导把天门口的基本情况排查清楚，保持这支队伍的纯洁性。我不会变，我跟弗朗西保证过。